大家好，我是波波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张我在 Clip Studio Paint 中绘画的全过程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用铅笔快速打一下底稿。这次参考的是我的女神王菲在电影《重庆森林》里的空姐造型，我实在是太喜欢她了，哈哈。完成啦！现在我们开始参照底稿描绘线稿。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耐心一些，尽量保证线条的干净和精简，这样才能为后面的上色步骤节约大量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随时用变形工具对造型进行调整。最后，我们还可以使用线修正工具来对整体效果进行微调。比如这里我将外轮廓线统一加粗了一下，使外形看起来更加整体。好啦，我们正式进入上色阶段。首先来大面积的填充一下固有色，这里直接用油漆桶工具就好。我一般会随便用一个颜色将色块填充起来，然后再用色彩调整的功能确定这个色块具体的颜色，这样可以更加节约时间。接下来我们来刻画暗部阴影。明暗交界线如果看起来比较生硬的话，可以采用色彩混合工具将交界线虚化一下，同时也可以整体调整一下暗部的颜色。刻画完暗部，我们来进一步细化明暗交界线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张画层次丰富或者体积感很强，都是因为它们阴影的形状或者明暗交界线刻画得很好。所以这边我们要注意了，交界线的边界不能太死板，也不能太模糊，不然会让人觉得人物的体积感看起来很奇怪。暗部刻画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整体给它们加上一些色彩啦，这样画面色彩会看起来更加和谐一些。下面我们来细化一下五官。一个人物好不好看，五官和谐占了一大半，所以这边我们要有一点耐心，比如眼睛的体积啊，眉毛与眼睛的关系啊，都需要非常注意。现在我们来整体塑造一下头发。首先和脸部一样，先刻画明暗交界线。这边基本上还是跟着头部的形状和头发的走向来走。
大家最好在打底稿的时候就将重要的结构线表达出来，这样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就不用太纠结啦。头发的明暗交界线也可以适当的延伸，这样会更有毛发的质感。紧接着我们来整体提升一下头发的亮部，这边我就直接用蒙版工具把亮部擦了一下，这样我们的头发看起来就更有体积感啦。现在我们再把画面中颜色较深的点再强调一下，以免画面看起来太灰，比如头发里最深的部分，还有眼睛的瞳孔以及墨镜的部分。现在我们再回来刻画一下衣服的部分。现在再来强调一下亮部和反光，因为暗部我使用的都是红色系列，所以亮部我们就用偏冷的一些颜色，这样画面色彩有了冷暖对比，看起来才能够更和谐一些。最后又到了我们的点睛之笔高光啦。高光虽然出效果，但是也不能贪多哦。我们只需要在画面最亮的区域点上一点就好。同时，高光也是有亮度区分的，比如鼻头的高光就要比人中部分的高光亮一些。同样，头发的高光和反光部分也刻画一下，这里也是同样跟着头发的体积走。搞定，我们最后再导出到 Photoshop 里整体调一下，再加一个背景吧。当当当，一张酷酷的插画风小姐姐就完成啦！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